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早上晚上好，这里是依依老大。目前比特币突破了10万美金了，接下来还会涨吗？我们赶快回到盘面吧。在回到盘面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目前依依老大打单的状况。现在目前这个账户还有着2万美金的浮盈。那这个账户是依依老大从去年10月，就是2024年10月17号的时候，那初始资金是6258块美金，目前已经到了将近3万2千美金了。那是从台币20万台币一路达到将近是100万台币，对，翻了将近5倍了啦。这个是目前依依老大打单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回到盘面吧。现在比特币目前是在12万美金附近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昨天其实还有画了一个这个大型盘整区间，是在这边。对，刚好它就在这个它的盘整区间的上边缘附近，那还没有完全的很漂亮的涨上去。那还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条蓝色的这个 Replica 牛旗，是我们在2周之前就已经画好了。现在目前比特币还是依照这个我们之前画的这个 Replica 牛旗的这个趋势往上走。那比特币会不会跌破这个大型盘整区间，又跌回去那个大型盘整区间里面呢？这个是有可能的啦。只是目前我们这个看看这个趋势的这个Replica牛旗的支撑力还算不错。在思考这个走势之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部分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。昨天我们在这个发的影片有讲 ，Emotional Trading Index 已经穿一轴往下了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状况，这个比特币有恃无恐。那很可惜，在昨天的拉涨的时候，这个又一堆这个多头这个进场，就是有点像是这个有很多人就是虎视眈眈的看着，它是不是要涨了？这个就在那边10面埋伏嘛，一涨的时候就一堆这个多头跑进去，大概是在昨天的这个7月18号的凌晨3点左右，也有一堆多头进场了。那车子又变重了。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现在目前是一个偏空的状态哦，它这个比特币有回调的需求，那我们再多看一些其他数据好了。一样，我们再看我们常看的资金费率，还有多空持仓人数比。资金费率目前是在 0.01 附近，它有微微上涨到 0.011 左右。当然，这个数字还算可以接受啦，我们就说它是一个中性的状况。对，那多空持仓人数比的话，也是一样，从这个前天的低点价格反弹之后，这个多空持仓人数比一路的是往下，代表是现在这个主要的推升力道是由这个主力大户去进场的，那散户买的量没有主力大户这么多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偏多的，就是一个利好于比特币的一个数据，偏多的一个数据。好，那目前3个数据，有一个数据不支持比特币继续上涨，一个数据说这个比特币还有不错的上涨空间，那另外一个数据是偏中性的。对，所以目前就看看这个庄家它有没有需要来洗盘，但是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像是正的，那就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状况啦。庄家应该还会很想要来洗盘，有没有可能继续直接从这边直接爆拉上去呢？也是有可能，那要看市场有没有这个利好的这个新闻。那的确，这个市场最近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这个美众议院通过了3项这个有利于这个加密货币的法案。我们看一下是哪3个啊？就是一个是 Genius 法案，一个是 Clarity 法案，一个是反 CBDC 的法案。Genius 法案指的就是要求发行那个稳定币的这个机构必须要有等值的这个，有点像担保品嘛，你必须要等值的这个美金或者是美债这些东西，你才可以去发行这些这个虚拟的代币嘛。另外一个法案是这个 Clarity 法案，就是要来界定说到底这个加密货币是商品还是证券。对，那之前常常有 SEC 去告那些商品说，你们这个不是商品，你们是证券，那个其实是对这个加密货币是蛮困扰的。那目前现在列了一个 Clarity 法案，就是说
就是要承认这个加密货币就是个商品嘛，就是未来就是会这样子做，然后不用再受到证券的一些条款所约束。第三个是反 CBDC 这个法案，反 CBDC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立了一个法，就是要求政府未来不能发行这个政府代币，因为是政府代币一定是中心化的，这样会监控人民所持有的这个代币状况，就是违反了我们当初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初衷嘛，就是要去中心化，所以这个法案也是有利于加密货币这环境的。所以3个法案都是一个利好的法案，但是这个利好昨天算是已经兑现了啦。对，那它也是有拉了，但是拉的并不多，还在10万附近盘旋，所以有蛮大的可能，这个庄家还需要再来洗盘一下，至少把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洗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有没有可能继续暴拉，这个也不是不可能，也是有这个机会的。毕竟目前市场环境真的是还蛮这个利多的。我们看一下 ETF 这个美股比特币的 ETF 的部分，可以发现近几天都是一个不错净流入，尤其在这个7月16号的时候，它已经有来到了8亿美金了，有蛮大的这个净流入。但是昨天的这个贝莱德这个 IBIT 这些东西会有比较大的净流入的可能，这个还没统计完啊，所以目前这个数字还不确定，但是可以猜想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才对。那这也是这个比特币 ETF 画成图的话，这个也是一个绿柱嘛，也是一个净流入的状况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太币的 ETF 好了，美股 ETF。那可以发现，以太币真的很厉害啊！它一直连续好几天都是2亿、3亿、2亿、3亿的这种美金，已经是比特币ETF 流入的这个同样等级的 level 了。对，可是你要注意，以太币它的市值是比特币的这个1/6，然后价格是比特币的1/30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同样的钱砸到这个以太币上面的话，会产生大概6倍到30倍的这个波动，就是比比特币还要多6倍到30倍的波动，同样的钱的话，所以可以想象，这个如果持续有这样子的金额流入以太币的话，后面涨幅，以太币有可能会有这个比特币的6倍到30倍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值部分啊，市值部分就是像是比特币它有 2.4T 嘛。那这个以太币有400 billion， 那代表说这个以太币有着这比特币大约1/6的市值，那比特币是以太币的6倍的市值，所以要拉以太币绝对会是比拉这个比特币还要轻松啊。如果以市值的观点，但是目前以太币它上面有蛮多的这个卖压，因为上一次从非常高的地方直接砍半嘛。上一次比特币回撤的时候，以太币是砍半的，所以上面还是有层层卖压。那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些卖压，继续往上冲。好，这个是 ETF 的数据的部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宏观数据的部分。首先，我们看到比特币，这个我们之前秀过 ，short-term holder 跟 long-term holder net position realized cap。我们看一下最新跟进状况是怎么样。short-term holder 是红色的 ，long-term holder 是绿色的。那可以发现 ，short-term holder 是短期投资客嘛，他目前的确有开始要拼命买进的状况出现了。对，在这波上涨的时候，它就有明显要从下方往上要这个巨量增长状况。那我们看一下每一次巨量增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像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，这个 short-term holder 进场追多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价格爆发的时候。那一旦 short-term holder 这个情绪非常高昂，买了一堆的时候，就是顶点出现的时候。那在2024年的年初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，short-term holder 开始追多，这个激昂追多的时候，就是价格暴涨的时候。但是他买最多的时候，就是价格的顶部就出现了。那目前他的确有在追多的倾向，所以这个价格有可能会继续的涨。那目前还没有顶部出现嘛，就是这个 short-term holder 的顶部还没出现，所以代表这个价格的顶部可能也还没出现。好。
好，所以我们后市还是可以期待的。那这个是另外一张宏观数据图，是 Bitcoin 的 Supply Active。Supply Active 指的意思就是说，目前就是沉睡的这个比特币忽然开始流动的这个量比例是多少？那当然，这个比例越多，代表想要买卖嘛，那就是有个卖的动作。所以蓝色就是这个 Supply Active 这个目前30天的这个改变。那蓝色的话，通常就是它有需要的大量的卖出的时候，就蓝色就会越高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顶点附近都会有类似的状况，就是有大量的沉睡的比特币忽然要流动了，就 Supply Active 开始活跃起来，这时候就可能见顶了。目前的话，这个蓝色还没有到这么高嘛，所以还代表这个卖压还不会涌现啊，卖压还不会涌现，就是还不会到顶部，所以它现在还在从下面往上涨的状况。上一次的从下面往上涨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大涨的前哨的时候，就是上一次从下面往上涨的时候，就是刚好就是带动一波大涨。那这个 Supply Active 忽然到顶点的时候，也是这个价格的 Local Maxima， 也是价格局部的顶点。那目前也是类似状况 ，Supply Active 从下面开始往上涨，穿一种往上了。想必会带来一波不错的涨幅。那等到这个 Supply Active 见顶的时候，可能也是价格短期的见顶。目前这些宏观数据也是支持比特币还有一波不错的上涨。我们会持续为各位追踪这个数据状况，还有未来状况。这是7月18号的 update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记得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